tears have had their say. Oh, don't you know that everyone in their darkest hour feels this way? 嗨，大家早安，我是 Angie。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京都市比较东边的几个人气赏枫景点，那包括像是永观堂以及南禅寺。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大早就从京都车站搭乘地铁来到簇上站，因为簇上站呢离永观堂跟南禅寺都非常的近。那其实大家也都可以选择搭乘公车等等的交通方式来到这个地方。那一样，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去看看吧。那如果是搭乘地下铁东西线来到簇上站的朋友们，其实一出站呢，往旁边走就会来到簇上铁道。簇上铁道本身也是全世界最长的倾斜铁道。那这边最知名的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尼基利曼博螺旋状的隧道。这个隧道本身它是用红砖瓦所搭建，那最特别的就是它隧道的内侧红砖瓦是呈现螺旋状的方式，那也是为了呢要能够承受铁道的重量，所以才有这样子独特的设计。那穿过这个隧道呢，就可以前往南禅寺以及永观堂，大家也可以穿过隧道感受一下，犹如穿过奇幻世界的感受哦。那我们刚才呢穿过了簇上铁道的螺旋隧道之后呢，这一条路就会慢慢的通往永观堂以及南禅寺。大家可以看到两侧就有很美的枫叶。这超美的耶！那其实呢，往永观堂的路上，我们会先经过南禅寺，但是我们今天呢，为了要抢那个人潮比较少的时间，所以会先到永观堂之后，再回来南禅寺参观。因为大家会发现南禅寺真的是太美了，全部都是枫叶，真的超漂亮。所以很多人就是一进来之后就被锁定在这里。永观堂稍微远一点点，营业时间9点开始，所以那段时间的人会稍微少一点，我们就抢这时间先去永观堂参观吧。那永观堂呢，它其实在赏枫季节，白天的参观票价以及晚上的票价是不一样的。那白天的票价呢是1000日元，晚上则是600日元。白天的参拜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晚上呢则是5点半一直到9点。所以想要参观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时间以及票价哦。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永观堂，是不是超级漂亮的呢？那永观堂呢，它又叫做禅林寺，大概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吧，就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一间寺院。那这边呢，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赏枫景点，因为整个寺院内呢，总共有3000多株的红叶，每到11月中到12月初这段时间呢，就会像这样子，有非常非常多渐层的颜色布满整个寺院之外呢，风景非常的优美。这边同时呢，也是知名的夜枫赏枫景点哦。看这种枫叶，超可爱的吧？银杏的黄色地毯，然后加上红叶，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随便拍都很好看。
现在是来到了永观堂特别参拜的日式庭园内。那其实它整个日式庭园呢，可以看到有点渐层的方式，然后有松木，有红叶。那我们刚才呢，已经从永观堂的本店出来了，真的非常推荐，超值得，因为里面不仅是整个院区非常的大之外呢，它的景观非常的多元，除了有日式庭园之外，它还有一些文物保护展，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参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京都想要赏枫的话，永观堂绝对会是你的首选，角落都是一幅画的感觉，太美了，因为有很多美是相机或者手机拍不出来。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永观堂里面绝对要来拍照跟打卡的地方，因为这边就是最知名的极乐桥以及放生池，而且因为现在刚好红叶是盛开的状态，然后就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湖面上就倒映着红叶，真的超级漂亮。然后现在旁边超多人在拍照，所以有来到永观堂的人一定要到这边来拍照打卡哦。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到永观堂跟南禅寺附近的一间叫做全泰旅的 soba 餐厅日式荞麦面店。因为今天早上在永观堂其实花了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的时间，因为真的太美了，然后肚子很饿。本来刚才是要去吃在地的一间号称京都第1名的乌龙面，但是呢那间店预约已经全满，连晚上都满了，吃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刚好沿路经过这间全泰旅的时候，看到外面排了很多在地的老先生，就觉得这家店应该也是蛮厉害的，而不是只有观光客喜欢吃，应该是在地人非常有名的一间店。这个是季节的乌龙面，因为在全泰旅这边，它虽然本身是荞麦面店，但是它的乌龙面以及亲子冻非常的有名，所以我们就特别点了它季节限定的这一个乌龙面，以及呢，这亲子冻看起来很厉害。那全泰旅它本身呢，它是一间由古民宅所改建的餐厅，所以这边其实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所以如果说你在逛永观堂啊，或者是南禅寺逛累了、肚子饿了，都可以走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品尝一下我们在地的日式料理哦。我们刚才有追加了一盘店里面非常推荐的单品 soba maki age， 长得很有趣，它就是把荞麦面先炸过之后，然后用我们所知道那种寿司海苔，然后把它卷起来，所以它整个就是非常的脆。然后呢，里面还有这应该是洋葱吧，看起来应该是洋葱，所以不知道它吃起来风味怎么样。いただきます。它很香哎，它已经把整个 soba 的外皮炸得脆脆的，但是它里面还是很软嫩的那种 soba， 然后它的洋葱呢是很多汁，而且很香。葱嘛，洋葱，其实我不太会分洋葱跟葱。应该是葱，因为日本料理可是不会放洋葱。那现在就要来开动它很厉害的亲子冻，感觉还蛮真材实料的。先挖一口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它的肉也太大只了吧！我要一口吗？会不会吃不进去？太大了吧？那我可以把蛋黄戳破吗？可以啊。哇，是多罗 K 耶，很浓的黄色的蛋黄，然后沾一点。
味道真的很浓郁哎。一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亲子冻的酱汁可能会觉得刻意调味的太甜或者是太咸，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是刚刚好。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敢吃生蛋，但其实来日本啊，他们的鸡啊跟蛋的卫生品管都非常非常的优良，它的蛋黄完全没有腥味哦。因为这边听说荞麦面它最知名的呢，就是它的达西，就是汤底的部分，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里面，然后呢精心的烹煮，所以它的汤汁也是呈现比较那种有点像透亮的金黄色的部分。然后现在呢，先喝一口汤看看，很甜，然后有很浓的柴鱼以及一点清淡的煎鱼的味道。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荞麦面吃起来就是没什么味道啊，但其实这家店的荞麦面真的是吃到后面，你越嚼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荞麦麦骨慢慢的就是在口中化开。然后除了面之外呢，它里面有放了一些像是海苔，这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鱼板吧，很好吃。它的乌龙面跟我一开始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乌龙面就是汤啊，可是你看它的汤是根状的汤。然后因为它是季节限定的，所以里面就有一些只有在这个季节盛产的海鲜啊、虾啊，然后菇类之类的。然后就不客气了。天气冷的时候吃这个真的很舒服。然后它的乌龙面就是还蛮有弹性的，就是咬起来很有口感。它的汤就是有点像根状，哥要怎么讲中文？就是弄成比较粘稠的状，然后它就会吸附在乌龙面上，然后乌龙面就变得很透亮这样子。所以吃起来的时候，除了可以吃到乌龙面本身的甜味之外，然后它的汤也可以很完整的附着在上面，然后就可以吃到它那个柴鱼啊，或者是它煎鱼的这个汤底的香气。然后旁边这一碗呢，它就是所谓的腐金炊饭，就是他们用那种锅把它焖烧之后，然后做成的这种饭。那通常这种做出来的饭呢，就会像这样子。你看，我最爱这个，有锅巴，好好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料，包括豆皮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菇菌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萝卜。这种饭呢，在烹煮的时候也会加一些汤底。所以它的饭呢就会呈现一点点就是褐色，很香，然后呢粒粒分明，也是属于比较有弹性、有口感、有嚼劲的饭。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回到了南禅寺。现在很夸张哎，从早上我们经过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下午，依然是人潮不绝。真的是观光客也好，或在地人都非常喜欢来到南禅寺。原因就是因为呢，南禅寺它不仅腹地非常的宽广，而且除了像我们现在身后的三门以及方丈庭园，再来呢还有少部分的地方呢是属于需要付费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直接进去参观，不需要花任何1毛钱。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进去看看吧。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南禅寺的天寿庵。那我们其实刚才也有提到说，南禅寺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它大部分都是免费参观，但是呢，少数会需要付费才能够入场。那像我们本来想要去三门，但是它上面是完全禁止拍照跟摄影，所以我们就来到旁边的天寿庵。
非常非常推荐，一个人只要花500块钱呢，就可以进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日式庭园。那里面呢，还有一些像是枯山水，以及池泉回游式的日式庭园。虽然说呢没办法走进室内合适拍照，但是大家光是站在外面，然后呢从外往里面看，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日式庭园呢，很像被框在一个画框里面，就像一幅画一样，红叶跟枫叶就这样被投影出来。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南禅寺的参拜时间呢，会依照季节有所不同，像是每年的12月1号一直到2月28号，冬季的时间呢，它的开放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40分一直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从3月1号呢，一直到11月30号，春夏秋季的开放时间呢，则会是从早上的8点40到下午的5点。所以想要来参拜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时间哦。到了，哇，是不是比你看很漂亮？对，哎，有那个枫叶有差，还说不怎么样，我觉得明明就很漂亮。照片拍出来，他们拍的不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南禅寺绝对必拍照、必打卡的水陆阁，非常非常的复古，有种欧风之外，它本身也是用红砖瓦以及花岗岩所搭建的水道。那因为在过去呢，琵琶湖在输水的时候，它的水道会经过南禅寺这边，所以当时的建筑师呢，就把整个水道结合了南禅寺的风景，而搭建成了这一条水道的部分。那所以呢，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景观，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呢？古色古香的寺院里面呢，竟然有如此欧风的建筑。耶！我们终于进来了永观堂的夜风。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永观堂这边白天的参拜时间虽然说是到5点，夜晚的参拜时间呢是从5点半开始，所以中间它会有30分钟的清场时间。这段时间呢，会整个园区呢是全部净空的状态。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来参观夜风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来排队。像我们今天大概是5点出头来排，然后现在进来的时间呢是大概5点45分。所以呢，想要看到这么棒的美景的话，就是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成本。因为它的这个夜间参拜的票呢，也跟白天的参拜票券不一样哦，很值得收藏。那现在呢，就让大家慢慢的欣赏永观堂的夜风吧。哇，其实永观堂白天的参拜路线跟晚上的参拜路线完全不一样哎。像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的殿堂里面，然后欣赏到外面的景色。可是晚上的话呢，是只有在它的日式园区里面去参观它整个的夜风。那其实白天跟晚上呢都各有风情，所以非常推荐大家白天先参观之后，晚上的夜风也一定要来进行拍照。
哇，我们今天呢总算完成了一整天的赏枫行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其实永观堂的夜枫啊，真的美到令人流连忘返，拍照拍不停。今天一大早就带大家先欣赏了白天的永观堂。然后呢，中午去吃了在地的特色美食，下午呢再到南禅寺来欣赏白天的风景。那晚上呢，再次的回到永观堂欣赏夜枫。那今天其实这样子一整天的行程呢，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区域呢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交通上呢其实非常的省。不管你是第一次想要来到京都进行赏枫，或者是呢想要做一个深度的赏枫之旅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走这样子的行程哦。在这边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我们刚才呢其实是5点多的时候就来排队永观堂的夜枫的部分，但其实我们差不多逛了1个小时，出来之后大约是7点钟左右的时间。现在竟然完全不需要排队，也可以直接入场。所以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悠闲的逛完整个白天的行程之后，晚上大约7点钟再到永观堂来欣赏夜枫的行程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